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能尽本分才会有本事啊。这句话是正言上人的近似语，充满人生哲理啊。意思是说，不是先有能力才去承担，而是在承担中培养出能力。也就是说，先尽本分才会有本事啦，不是有本事之后才来尽本分啊，这个有先后顺序啊。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有本事，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处理，关键时刻也能够扛得住责任。但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本事不是突然间长出来的，而是每天的尽本分累积出来的。本分事不一定是伟大的事，甚至不是伟大的事，而是每天该做的事啊。譬如文法的时候用心一点，做笔记的时候仔细一点，跟人家互动的时候诚意一点，帮助别人的时候耐心一点等等啊。这些事情都不大，甚至经常在重复，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每一次都把它做好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啦。有些人会想，这么小的事情有差吗？跟各位报告啊，差一点而已啦，但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因为真正的本事不是在顺境中表现出来的哦，而是在关键时刻能稳得住表现出来的。这个稳不是临时学来的，而是从平常的小事中去尽本分，慢慢的累积培养出来的。所以才说风平浪静的大海训练不出好的水手啊。好的水手一定是从小风小浪开始磨练起啊，这就是本分啊。慢慢的才会经得起大风大浪啊，这个时候就是本事啊。很多真正有能力的人都是脚踏实地啊，一步一脚印，从眼前的当下的小事开始做起啊。近似语说小事不做大事难成，那就这个道理嘛。一个警察不是因为某一次英勇抓到大案就叫做有本事啊，而是每一次的执勤都准时到位，每一次的民众报案都能耐心处理，每一次的盘查都依法也不会情绪化。久而久之，他就会培养出判断力跟应变力啊，跟亲和力，获得民众的信任。这些本事都是一次一次的尽本分去累积出来的。一个好的父母也不是偶尔对孩子好而已啊，而是每天陪伴、耐心倾听、宽容而不纵容，该管教时也不会逃避。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懂孩子的心理，能跟孩子沟通，也懂得教育孩子的节奏。这些能力都不是天生的哦，而是尽到做父母的本分啊，经日积月累而培养出来的本事啊。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啊。其实当志工也是一样啊，很多志工刚进来什么都不会啊，到最后什么都会啊，变得很有本事啊。因为平常有尽本分，所以关键时刻他就很有本事啊。一样的道理。那有些人没有头衔，也没有机会上镜头，但事情却做得很完整，事情交给他办得最放心。那紧急的时候呢，他也能默默的补位哦。这种人呢，久了就会变成团体中最核心的人物啊，也会是让老板主管最信任的人啊。所以人群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很爱表现，很想被看到，因此他也很会刷存在感但是该做的基本功却虎头蛇尾，马马虎虎，甚至逃避啊。那另外一种人是什么？看起来没有特别突出啊，但每天把一件一件的事情用心的做好，时间一拉长，差别就出来了啊。在进社里面也是看到很多长度师傅，每天就是扫地啊，每天就是修剪花草，都一样的工作啊。这种就是最稳的人啊。
对，因为每天都在尽本分那刚刚讲那句话，这两种人前者是关键时刻会慌，后者呢是关键时刻会稳。这就是为什么说不是先有本事才来做事，而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自然就会长出本事从修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道理一开始我们只是尽本分守规矩因为道场有道规不是吗？那要求自己久了之后，就会变成那种习惯嘛，习惯就成自然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在刻意硬撑而是事情自然就会做得很安稳不是我们在忍，而是本来就没有忍的念头了这个时候本分事已经变成我们的本能跟本事这就是功夫了得的啦。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不一定是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依然把事情做好那这个在志工团体里面更是司空见惯了尤其是在修行团体里面所以默默付出尽本分的人确实是很可贵也往往具备真正的实力甚至是团体里面的主力部队。然而是否有本事，不能只看有没有上镜头，而是要看他的做事的品质跟影响力。所以默默付出的人才是了不起的人正言上人心目中有才华的人不是指聪明、经验或能力不是这些这些都是世间法而已而是低调行事，默默付出一心修德这三个条件具足，才是真正在修行的人也才是出世的精神，更是正悟的理念聪明、经验、能力是只要付出久了自然就会有，但是要低调行事，默默付出，一心修德，这个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的修炼，有修行的心是很难做得到那为什么说默默付出的人很了不起？在团体里面常常见到三种人第一种，台面上发光的人，因为他有头衔常常要代表团体发言第二种，实际运作的人执行的人因为要安排工作，要执行活动要处理善后第三种是什么？默默补位的人哪里缺人他就自动补位，哪里需要他就自动承担那以上这三种人里面第三种人也就是默默付出的人，自动补位的人最容易被忽略。这种人就是什么？没人看到的时候还照样把事情做得很好。那这种人有几个特质第一，没有计较有没有被看到；第二，不挑工作轻重，不挑工作，什么来都做；第三，发心长期稳定的付出；第四，不因为没有掌声或掌声多少而改变服务人群的态度。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修养了啦。那志工团体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菩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六台北的福仁社的社友们来慈济的关渡园区举办他们的例会那顺便来参访关渡园区慈济的关渡园区。那来者是客那慈济当然要热诚款待当天中午就在净思堂里面用餐200多人要排20几张桌子跟200多张的椅子那还要在阶梯式的那个国际会议厅里面摆设开会用的桌子椅子这些会前布置跟善后的收拾是靠10几位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志工们在承担不止如此厨房里面还有20多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香积组的老菩萨在用心准备午餐这些志工就是正言上人所说的低调行事、默默付出的人品典范因为他们不张扬但这很关键他们不出名但很重要所以都是有本事的人这就是最高的修养令人感佩，也令人赞叹
也要向他们学习啊。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哦，不是所有默默付出的人都一定有本事哦，这个不一定哦，因为有些人是不敢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习惯性做简单的工作啊，或缺乏表达跟整合的能力。那这样的人呢，他也是在低调行事，默默付出，但这个并不代表他可以随传随到，尽心尽力、使命必达的愿心哦。虽然也是在低调的付出了，很默默的投入了，但性质上跟前面所讲的有所差别。那照这样讲，那台面上的人就不重要吗？也不是这样啊。一个团体的运作需要有不同的角色嘛，有人负责做事啊，有人负责承担责任啊，有人负责对外代表团体啊。能站上台面的人，如果他只是在享受掌声跟喝彩，或享受那个光环啊，上镜头啊，那就是空。看起来好像有，其实是空，妙有真空。但如果他同时也在承担压力跟责任，那也是一种本事哦。所以说，做事不求显明是修养，做事能被信任那是本事。其实严格来讲了本分就是因啊，本事就是果啦。本分不是小事，而是当下该做的事或自己该负责任的事。譬如做子女的，行善行善不能等；做警察的要保护老百姓，做主管的要带人带心等等。强调的是什么？不逃避，不敷衍，不侥幸，这些都是本分事。那什么是本事？本事不只是能力，而是稳定做事的能力，可被信任的实力，以及面对问题时的承担力，以及跟人相处的那种亲和力等等啊。强调的是什么？真正碰到关键时刻的时候，让别人觉得他这个人很靠得住。所以本分就是平时的练功啦，也就是每天做好该做的事这些是看起来很平凡的，其实就是在累积跟蓄积能量时间久了就变成什么？本事。那为什么说能尽本分才会有本事因为平时的练习跟承担，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本分这个本分就是一种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嘛，修行的目标是在过程，人生的目标那也只不过是修行的过程这句话是强调过程的重要了，没有好的过程就没有好的结局嘛。所以过程是因结果是果有如是因才会有如是果好，那为什么说刚刚讲修行的目标是在过程呢？这个并不是说人生没有目标也没有关系啦，因为过程很重要不是这个意思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修行不是为了某一个终点或目标才开始的，而是每一个当下要能够反观自照，随时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这样就是在修行如果只盯着远方的终点，却忽略当下的每一步的修行或该做的事情，那这样就偏离了修行的本怀了舍本逐末了，不是吗？好，现在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刚刚我们说修行的目标是在过程，人生的目标那也只不过是修行的过程呢。每个人都会有人生的目标这个是没有错，但目标不是最终的实体举例来讲年轻的时候的目标是什么？考试工作升迁那中年时候的目标是什么？成家立业那晚年时的目标是什么？求身体健康，生活稳定但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阶段的目标一直在变它只是生命流动中的一个阶段我们以为是终点的东西，以为是目标其实是另一段路的起点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要去妄想未来而被未来的结果绑住，好高骛远，不是吗？
所以不要一直想我什么时候会成功，我什么时候会开悟，一直这样想反而会造成焦虑而失去当下，变成无法活在当下了。把眼前的每一步走好，把手边的每一件事情做好，这样就是在修行啊。这才是真正更真实的人生啊。那这不是要我们没有目标跟方向，而是提醒我们可以有目标，但是不要执着目标啊。过程用心，但是结果随缘呐，意思就是这样子嘛。更不要为了目标而失去当下，失去当下就不是真正的活着哦。真正的活着是活在当下哦。好像爬山一样嘛，你一直想那个山顶好高好高，你就会产生焦虑啦，也容易放弃啦。只顾走路也很容易迷路，所以不要一直低头苦干，有时候也要埋头看看，抬头看看呐。对，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心中有目标跟方向，但一步一脚印，用心在当下，用心在脚下这样才不会自乱阵脚啦。那《金刚经》的精神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执着将来会得到什么境界，而是当下这一念是否清净，是否能觉照，这个过程就是基础，就是本分。所以这个基础没有打好，这个本分没有做到，就不用谈要消除烦恼这个目标的啦。就好像说幸福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烦恼因为很可能是苦中作乐啊，或者快乐之中还夹杂着苦恼啊。但是消除烦恼的人一定是幸福快乐，所以能消除烦恼的人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人啊。之所以有消除烦恼的，之所以有消除烦恼的本事，那是因为他先能做到降低欲望的本分。知足常乐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能知足就是本分嘛，能常乐就是本事嘛。先尽到知足的本分才会有常乐的本事啊，一个因一个果啊。同样的道理啊，先能做到心地柔软的本分，才会有心地慈悲的本事。柔软是慈悲的基础，所以才说心地柔软的人一定是慈悲哦。心地慈悲的人不一定是柔软哦，因为有些人是心地很慈悲啊，但是嘴巴不慈悲啊，豆腐心但是刀子口啊，已经在学佛行善布施了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啊，口业很重啊，常常就出口伤人啊。所以近思语才说嘛，心好但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啊。所以要先做到心地柔软这才是尽本分，之后才有可能做到身口意都很慈悲的这种本事啊。那这些道理都是道道相通的啦能尽本分才会有本事，这句话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两句话是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要先顾好根本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话是出自《论语》，是孔子的思想，意思是说君子是专注在根本跟基础啦，根本跟基础稳固的道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啊。那这个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啊，这是什么？道德啦、心念啦、态度啦、观念等等。那道就是什么？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人生的真理啊，跟真实之路啊。所以先把务本的本分做到了，才会有道生的本事嘛。其实还有很多金句的好像内人自谦，外人礼让或者正言上人讲的内修诚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还有内在端正，外在尽责等等这些句子都有内跟外的差别也都是什么？先强调就是强调先安内才能攘外嘛。这些金句也都是在提醒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啦，因为现在的人很急功近利，好高骛远都是在想先有本事，也就是有能力、有头衔、有地位，
但却忽略了本分跟本心呢。所以安身立命之道不能跳过基础，是一步一步来的，不能直接追求结果了，因为结果不是强求出来的，而是自然长出来的嘛。本立才有可能道生嘛，要先安内才能攘外嘛。否则的话怎么样？本未立，道先乱。我们读书会经常会提到，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那前面这一句转个念头几秒钟就是有本事，因为他转个念头几秒钟而已，这个不简单啊，所以是有本事啊。那后面这一句做足准备几年功，这是过程啊，每天要闻法哈，这就是尽本分。本分的养成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能尽本分的人会有3种力量：心不虚，行不乱，人可信。心不虚就是问心无愧啊，行不乱就是做事有次序，人可信就是别人对我们很放心的。那这三个条件加起来就是有本事。本分是根，没有根，再多的本事也是一场空。所以不是先有本事才做事，而是把本分事做好，才会有本事啊。好，我们今晚能尽本分才会有本事，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